欢迎来到黎春正频道，请订阅频道，所以大家不要错过当天最热门的新闻。我们今天的时事通讯包括以下内容：王一博为何会成功？王一博在探索心境，展现真性情，直面恐惧，学习能力强，头脑清晰，积极乐观等品质令人敬佩。这些品质助力他在各领域成功，成为榜样，激励人们不断进取。众所周知，内娱流行人设，大家也都见怪不怪，在节目上演戏更是稀松平常。但在探索心境里，有些东西根本演不出来，也不敢演，如遇到毒蛇、高原反应、黑暗洞穴。若没有真本事，不是真性情，毫不夸张地说，稍有不慎就有可能生命垂危。所以片中的王一博是真实的自己，也得益于这档节目，让我们能够看见他身上叫人敬佩的优秀品质。一是直面自己，克服恐惧。王一博很怕黑，而这一期正中他的软肋，洞中伸手不见五指，有些路段必须弓着腰前进，宛如一个幽闭空间；有些地方是突然出现的断崖，又让危机浮于四周。但如果一遇到困难就想要放弃，那不是真男人的行为。于是他选择了继续向前走，过程中有害怕，也有新奇。当兴趣和喜欢大于恐惧时，黑暗就被战胜了，所以才走出洞穴后看到了别人见不到的风景。二是学习和适应能力超强，如逐渐学习并掌握绳索技能，像认识绳结、打洞、做锚点、单绳速降、横渡爬行，在洞穴里搭帐篷，承认矫情，不做作。有与众不同的精神去探索心境，在不同的体验中磨砺心境，以适应各种挑战。人生履历丰富多彩了，余味就更浓，更值得人们去咂摸。似一碗老茶，初尝微苦，再喝回甘，久久不能自拔，从而爱不释手。这种精神和能力是每个人都应该拥有的，因为随着社会竞争压力的增大，我们不可能再像小时候那样在大人的庇佑下成长，而是要自己走向未知。学习和适应能力越强，就能越快熟悉社会运行的规则，让自己的未来变得轻松一些。三是头脑清晰，心思缜密。探险时最忌讳一惊一乍，思绪混乱，一旦不能保持理智，后果不堪设想。王一博跟着专业人士探索心境，除了他人的辅助，他自己做事考虑周到，也让他们的洞穴之旅变得不那么艰难。当然，还有不内耗的特点，以一种玩的心态去工作，碰到挫折了就歇一歇，等自己缓过来再继续。腿扣松了会忧虑，但迅速调整，不让自己陷入困境，时刻知道每一步要做什么。四是把舒适区变成自己的护城河。每个人都有自己的舒适区，但不一定每个人的舒适区都是别人的无可取代，所以一定要喜欢，而不是被迫。谋生是一种手段，但喜欢是一辈子的努力，这样才能拿得出手。以王一博为例，作为舞者来说，就是精通某一类别；作为赛车手来说，就是自如驰骋赛道；作为演员来说，就是有代表作且有票房号召力；作为探险爱好者来说，就是征服一个又一个自然险境。只有当你不断的用知识武装自己，即使你不去转型，不去破而后立业，能在自己的领域内出人头地，资本累积足了，又可以去开辟新的舒适区，及探索心境。五是积极乐观，化解危机。如他们好不容易在洞穴把腊肉和香肠炒熟，但王浩老师在翻转时翻车，本是一个尴尬又难过的局面。因为累了一天，大家都急需食物补充，
可出现这种情况让气氛变得凝固。此时王一博没有怨怪于谁，而是以一句王浩老师挺懂综艺效果化解尴尬，紧接着第一时间用筷子夹地上的腊肉往嘴里送缓解气氛，一场失误一下子成了一段旅途中的小确幸。6是走出去看世界，长见识，扩展世界观。我们常说看过世界才会有世界观，如果没有下过70米的天坑，恐怕一辈子都感受不到什么是生命的放空。因为只有当危险一触即发的时候，才会去思考生命的意义与价值，人的存在在那一刻马上变得具象。一次不怕费事的繁琐，可能就是生命的一次保险。这种体会在城市的钢筋水泥森林是无法直观看到的，可在天坑上方把自己的命运交给一根绳索，就会让自己知道该如何活着。无论是对于自己的成长，还是将来的打算，都有促进作用，能让下一个10年超越已完结的10年。已在顶峰，怎么不可以再登天梯？感受手可摘星辰。有了这些品质，再加正确的方式方法，其实在各行各业都能有所斩获。这就是榜样的力量，让人进步，与他一起变好。王一博素颜现身引发热议，网友分歧意见不断。王一博的个人纪录片探索心境引发了广泛的关注和热议。这位当红小生在片中展现出的冒险精神和极限挑战，打破了人们对明星形象的固有认知。许多人在观看这部作品时，瞬间被他勇敢尝试极限活动的决心所震撼，仿佛眼前的这个年轻人不仅仅是一位偶像，更是一个勇敢的探索者。纪录片将观众带入了热带雨林、高原雪山和天坑洞穴等神秘而危险的场所。王一博在这些场景中亲自实践各种高风险活动。想象一下，在悬崖边支起一个小平台，夜晚独自一人悬空入睡，心跳加速的瞬间让人忍不住为他捏一把汗。这不仅是对身体极限的挑战，更是对心理素质的考验。王一博的表现让我们看到了一个不一样的自己，面对恐惧与未知，他毫不退缩，勇敢迎接每一个挑战。其实，在这部纪录片之前，很多观众可能对这场冒险持怀疑态度，认为这不过是男明星的小打小闹，所谓的野外纪录片只不过是个吸引眼球的噱头。然而，随着节目的播出，观众们逐渐意识到，王一博的勇气和决心超乎想象。他在镜头前展现出的每一个动作，都让人感受到他的勇气和毅力。尤其是在悬崖边上打固定钉的那一幕，毫不夸张地说，许多人都在屏幕前屏住了呼吸。王一博用自己的行动告诉我们，面对恐惧，迎难而上才是解决问题的最佳方式。在这段旅程中，王一博坦言自己其实有很多恐惧，其中最明显的就是对黑暗和昆虫的恐惧。面对黑暗的野外环境和各种奇形怪状的昆虫，他的内心毫无疑问是紧张的。但正是这种越怕什么越要面对什么的心态，才让他在众多挑战面前选择了迎接，而不是退缩。这种精神不仅仅是对自身能力的挑战，更是对内心恐惧的克服。许多人在面对困难时可能会选择逃避，但王一博却用实际行动告诉我们，只有敢于直面恐惧，才能真正实现自我超越。身为一名公众人物，王一博也难免遭遇外界的质疑。曾经因为学历和语言表达问题受到批评，甚至被冠上文盲的标签。其实，他毕业于韩国著名艺术院校，根本无法与文盲挂钩。尽管表达能力可能是他的短板，但这并不影响他在演艺事业上的卓越表现。
他在舞台上的努力和在剧集《追风者》中的出色演技都证明了他的能力。观众们对他在剧中的表现给予了很高的评价，入围金鹰奖多个奖项的他，显然已经用实际行动反驳了外界的质疑。值得一提的是，王一博在纪录片中选择素颜出镜，这一举动引发了观众的热议。有人认为素颜的他并没有比普通人更出色，甚至还略显疲惫，而另一部分观众则对他的真实态度表示赞赏，认为这种选择展现了他对真实自我的接受。王一博在片中面临的一些镜头，往往由于极端拍摄环境和身体不适而导致的水肿，并不能完全反映他的真实颜值。选择素颜出镜，意味着他愿意接受一切后果，只为给观众带来更真实的观感，这种勇气值得钦佩。这样的真实感不仅让观众更加贴近王一博，也让我们反思，在这个光鲜亮丽的娱乐圈中，多少人愿意向外界展示真实的自己。在一个充斥着滤镜和精修的时代，王一博的素颜选择犹如一阵清风，提醒我们关注的是内心的真实，而非外表的光鲜。这种态度不仅是对自己的诚实，也是对观众的尊重。他以自己为例，传递出一种信念，无论外界的评判如何，真正的美在于真实。王一博的这一系列冒险与选择，不仅是对个人勇气的展示，也是对每一个观众心灵的深刻启迪。或许，在生活中我们每个人都有自己的恐惧与不安，而王一博的故事恰好为我们提供了一个思考的契机。面对未知的挑战，我们是否也能像他一样，勇敢地迈出那一步，去探索更广阔的世界呢？当我们在生活中遇到挑战时，是否也会感到犹豫与恐惧？面对困难，我们是否能勇敢地选择迎接，而非退缩？王一博的经历让我们看到，真正的强大不仅在于外在的成就，更在于内心的坚定与勇气。让我们一起思考，如何在自己的生活中也能展现出这样的勇气，去迎接每一个未知的挑战。感谢您观看视频。如果您觉得本时事通讯有用，请不要忘记点赞、评论和订阅。祝您生活愉快，充满活力。再见。